为什么，妹妹？你为何要如此害我？闭嘴！谁是你妹妹？凭什么都是苏家的女儿，你却能嫁进伯爵府，享尽荣华富贵，而我却要跟着那个死穷酸吃糠问菜？那年要是姓裴的接了我的绣球，如今穿着这身诰命服的，就该是我。你贪恋的荣华富贵，根本就是裴世安为了谋夺家产设下的假象。少废话！苏锦宁，你去死吧！这诰命夫人的位置，我要定了！不好了，外面发榜了！那个穷书生顾长青，他高中新科状元了！顾长青，你说什么？那个死穷酸，他中状元了？不可能！若有来生，我绝不让你再踩着我的骨血上位。我还活着，这不是地牢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在做你的春秋大梦？你到底还选不选夫了？外表那些公子贵族们可都眼巴巴等着你们姐妹俩抛绣球呢！我警告你，你和锦瑶抛绣球都给我把眼睛擦亮了！谁要是能攀上高枝，谁就是苏家的功臣。若是敢选个穷酸回来丢人现眼，我立刻打断他的腿！哼！抛绣球，原来我重生回到了3年前抛绣球选亲的这一天。前世，苏锦瑶为了抢风头，非要抢着先抛绣球。结果却砸中了一个穷困潦倒的乞丐。这一世，大小姐、二小姐，吉时已到，该抛绣球了。姐姐是苏家嫡长女，理应由姐姐先挑。不对，前世她可是百般争抢的，为何今日却突然谦让起来？难道说她也重生了？妹妹突然这么讲礼数，倒叫姐姐受宠若惊了。怎么，妹妹心里已经有人选了？既然姐姐犹豫不决，那妹妹就不客气了。都给我滚开！这绣球是本公子的，谁敢跟伯爵府抢？裴世安，上一世苏锦宁就是抛给了他，才坐上了一品诰命夫人的位置。这一世，这个荣华富贵归我了。还是选裴世安？他不是知道顾长兄后面中状元了吗？莫非前世黄泉路上，他根本没留住临死前那最后一瞬的记忆？哎呀，老爷快看，接绣球的可是伯爵府的嫡长子裴世安啊！好啊，伯爵府是皇亲国戚，锦瑶真是给咱们苏家长脸了。姐姐，这泼天的富贵，妹妹我就先笑纳了，你就老老实实去选那个死穷酸吧。妹妹既然喜欢，拿去便是。只是你费尽心思抢走的，却不知是通向地狱的大门。姐姐，轮到你了，可得好好挑啊，别砸到什么不三不四的阿猫阿狗。是顾长林。哟，姐姐这是看上那个要饭的了，眼光真不错啊。都让开！我的绣球砸中的就是他，他就是我苏锦宁的夫君。该死！姓顾的，你他们东家的银子足足拖了3个月，今天再不还钱，就跟我们走！姐姐，你听见没有？你挑的如意郎君不光是个叫花子，还是个欠一屁股债的赖皮狗。看清楚了，这只金步摇抵他的债够不够？他的债我苏锦念全清了，从今往后连他这条命也是我买下来的，谁敢动他一根手指头，先从我身上踏过去！孽障！你选个叫花子也就算了，现在竟然还敢把他带回家里！你是嫌我苏家的脸丢的还不够吗？我苏家绝不允许这等下贱之人踏入半步！你若执意护着他，我苏家便没有你这个女儿！立刻给我滚出去！父亲，既然他接了我的绣球，那他以后自然就是我苏锦宁的相公，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哪怕是去讨饭我也认了。既然苏家容不下他，这玉佩还给你们便是。这是仅剩的3两碎银，也一并归还。
从今日起，我与苏家恩断义绝，钱货两域再无瓜葛。相公，我们走。你走了就不要回来！父亲，你放心，我保证3天后他就得跪着爬回来求我们。跟着我，往后你会吃很多苦。我不怕吃苦，何况再苦，也不会比今天更苦。果然来了，苏景瑶，该让的我都让给你了，为什么还要追着我不放？说，谁指使你来的？是二小姐，她说要烧烂你的脸，让你嫁不了人。现在就去苏府后院，把苏景瑶的嫁妆库房给我交一遍。交完，你们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。我虽然离开了苏家，但我若回去把这事禀报给父亲，你们俩绝对见不到明天的太阳。是，大小姐，我们现在就回去交。滚！我的嫁妆，我的天灵全完了！苏锦宁，绝对是你！我要你死！我要你死！夫人，我来接你了。好，从未见过如此穷酸的娶亲，快给老子滚！这个东西你收好，过了这几天之后亮出它，没人再敢动你分毫。好。哟，姐姐，你新婚大喜就住这种猪圈啊？我看这连我们苏府的茅房都不如呢。叫花子，见了本世子不跪，还敢摆谱？你这双脏手留着也是白留。蟾宫折桂，走，赶紧走，快走！你疯了吗？一个破石头就把你吓成这样，裴时安，你是不是男人？你要留你留，我走！你走什么？等等我！夫人，你就不好奇这块石头到底是什么吗？只是一块挺好用的石头罢了。顾书生，跟咱家走一趟吧。宫里很多大人可都想提前与你结交呢。好。原来是个犯了事的。我说呢，如果真如世子所说，那乞丐有御赐之物，何至于沦落到如此？苏锦宁，你的靠山要上断头台了！这不好呀！这不是姐姐吗？怎么一个人走着就回来了？你那要饭的乞丐相公呢？怎的连个鬼影子都没见着？该不会是半路上要饭去了吧？我说大姨姐，你那乞丐相公怕是知道自己一身酸臭味儿，没脸登我岳父大人的门吧？也是，
他那种在天桥底下抢泔水的货色，要是敢来，本世子非得让人打断他的狗腿不可。他今日有要紧事，没空陪你们这些闲人取乐。今日我回来，只想再看一眼母亲便走。大小姐，您要进就赶紧的，别挡在正门口碍了二小姐和世子爷的路。咱家老爷可发话了，怕您的穷酸气冲撞了贵人。去！岳父大人，岳母大人，这些不过是小婿府上随便挑的小玩意儿，只要瑶儿高兴，就算把整个伯爵府搬空了来孝敬二老，小婿连眉头都不会皱一下。好，伯爵府果然财大气粗，瑶儿嫁给你，那是我们苏家祖上积了8辈子的德。爹，这是女儿亲手绣的平安符，去报国寺大雄商店开过光，一针一线求了福的。你个不孝女，这种破布条子也敢拿出来丢人现眼！你嫁个乞丐把脸丢尽了不说，如今连份像样的礼都备不起，你还回来干什么？给我滚出去！哎呦，姐姐这绣工还是这么好，等你那乞丐相公讨不到饭了，倒是可以去街头卖香囊，换个窝窝头呢。圣旨到！闲杂人等，速速退让！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念苏家大小姐成婚，特赐西域软烟罗10匹，赤金红宝头面5套，极品老参鹿茸若干。钦此。圣旨！香老，我和世子成亲，居然连陛下都给惊动了。我的选择果然没错。公公大老远跑一趟，真是辛苦了。快上座喝茶。裴夫人，咱家看您是耳背听差了吧？咱家这圣旨上写的可是赐给苏家大小姐苏锦宁，皇家御赐之物，也是你配碰的。凭什么？她不过是嫁了一个连饭都吃不起的臭叫花子，宫里的贵人凭什么给她送礼？公公，您是不是弄错了？苏大小姐，东西已送到，您有什么吩咐，随时派人进宫知会一声。围攻！是公公。你说，你这个嫁了乞丐的贱人，你到底在外面勾搭了什么人？凭什么你能得到宫里的赏赐？你是不是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？你说！蟾宫折桂，这可是陛下的御笔亲题。苏锦宁，你那乞丐丈夫竟敢偷盗这等神物，这可是满门抄斩的死罪啊！好啊，你那相公不仅是个穷光蛋，还是个胆大包天的贼。爹，咱们苏家绝不能被连累，快把他捆起来送官。我苏家绝不能毁在你手里。来人，把他抓去大理寺，举报顾长新偷盗玉物。老爷说的对，赶紧报官，把那臭乞丐抓去砍头，咱们才能撇干净。姐姐，你这可是死路一条了。要是你现在跪下求我，我或许还能给你那乞丐相公留个全尸。偷盗，你们这双眼睛也就只配看些俗物了。况且我苏锦宁早就说过，我与苏家钱货两酸，生死由命。我相公到底如何，也还轮不到你们来定我的罪。反了！立刻去报官！站住！谁允许你走了？你偷盗玉物的事儿，断个亲就算完了？来人，给我把这贱人的腿打断，绑起来送到大理寺去领赏。是，少爷。想抓我，裴世子，你最好考虑清楚。谁敢动他一根头发，我让他走不出这条街。你一个臭要饭的乞丐，也敢在本世子面前摆谱？来人，连他一起打，给我往死里打！出了人命，有本事也兜着！特大捷报！新科会试放榜，顾长青顾老爷连中3元，高中1甲第1名，状元及第。
顾大人，皇榜已在午门外张贴，您正是荆轲头名状元公。陛下口谕，早就听闻您才高八斗，故命您明日一早就去金殿面圣，亲赐状元红袍与乌纱。谁中状元？顾长青，那个臭要饭的乞丐！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你们这些官差一定搞错了！顾长青，新科状元，这怎么可能？裴世子，方才我好像听到你说这是顾长兴偷来的赃物吗？今日老夫就当着全城百姓的面告诉诸位，此乃当今陛下御赐的蟾宫折髓青玉镇制，专赐给荆轲头名状元做信物。你说状元公偷盗御物，简直是天大的笑话！居然真是状元！那我苏家之前所说的那些话，那些事，周大人，状元公息怒啊！是老朽瞎了狗眼，是老夫有眼不识泰山，求状元公大人不计小人过，饶了我们苏家吧！顾大人，我错了，你大人有大量，就饶了我这一次了吧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这顾长兴难道不应该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乞丐吗？他怎么可能会是状元郎？我费尽心机抢了裴世安这个伯爵府世子，结果到头来又是我选错了，为什么？顾大人，吉时已到，陛下特赐的状元蟒袍与8抬大轿已在巷口候着，满朝文武正等您入金銮殿。至于他们，一个站错队伍早就落魄失宠了的侯爵世子，一个剑商，你若是不介意，下官就可以替您清扫干净。状元公，周大人，是我朱由蒙了心，求您念在锦宁曾在苏家长大的份上，留老朽一条狗命吧！我是伯爵府世子，你们不能抓我！顾大人，以前都是小人嘴贱，您就把我当个屁放了吧！伯爵府已经落魄，怎么可能？前世苏景宁那个贱人，不是在世子府逍遥快活了好些年吗？抓人！是大人。哎，周大人，大喜的日子不必见血。从今日起，苏家任何人若是胆敢再找锦宁一丝一毫的麻烦，我顾长脸保证，必定让你们苏家在这京城彻底除名。走。我隐瞒身份这么久，让你受了这么多委屈，锦宁，你不怨我？我知道，你瞒我是为了防备当朝的梁丞相暗杀。你都知道。全都是骗子！骗子，全都是骗子！敢拿伯爵府的空壳子来赌场骗钱，赶紧还钱！你这个废物草包，不仅养不起我们娘俩，还偷我买安胎药的钱去赌！别打了，你们再宽限几日，等我把苏家二小姐的嫁妆全部弄到手，连本带利还给你们，我求求你们了！怎么可能？为什么？无论我怎么选，都是错的！苏锦宁抢走了我的状元郎，害我跌进这个火坑。我发誓，就算下地狱，我也要拉着你一起颠沛。当年我父亲任御史中丞，因为弹劾梁丞相倒卖江南军饷，被他买通杀手灭了满门。我那时才8岁，被老管家藏在腊叶乡的粪车里才逃出一条命。这些年，梁丞相的暗探一直在搜捕顾家遗骨。在没有拿到状元功名无法面圣之前，我绝不能暴露身份。从今往后，你不再是孤军奋战的一个人，你有我，无论前路是刀山还是火海，我都陪你一起闯。好，以后我们一起闯。好一个顾长青，那个余孽当年居然没死在我的人手里，如今还混进京城，高中了新科状元，简直是养虎为患。相爷息怒，据咱们的探子汇报，顾长青这些年在江南一带化名求学，极为隐蔽，他身边还跟着一个绝顶高手暗中保护。咱们派去试探的杀手屡次失手，都是栽在那人刀下。爹爹何必为一个没有背景的穷酸书书生动这么大的肝火？
区区一个新科状元吧，在朝堂上毫无根基，还能翻出爹爹的手掌心不成？我倒是听说，他那个新婚夫人苏锦宁最近出尽了风头，一个浑身铜继位的商户贱女，也配做正一品状元夫人。不过爹爹放心，下个月陛下要办官眷赏花宴，女儿这就去会会这个小贱婢。我要从他这个薄弱处开刀，彻底把顾长青踩进泥潭里。好，既然顾长青这根硬骨头已经起誓，那就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一杀了之。敏儿，赏花宴上你只管放手去做，只要能让他顾长英颜面扫地，出了天大的事，有爹给你兜着。放心，爹爹，一个剑商之女又能掀起什么风浪？诸位夫人，这便是新科状元顾大人的正妻苏锦宁。这孩子呀，聪慧得很，往后大家在京城官眷圈子里可得多多照应些。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苏家的丫头啊！周夫人这话说的可不对，咱们这京城官眷圈子什么时候门槛变得这么低了？一个商家出身，连像样嫁妆都没几件的绣娘之女，也配跟咱们这些世家嫡女互称姐妹？哟，苏夫人，你头上插着的这只主丝丝是铜打的吧？真是不好意思，这种下贱的破铜烂铁，我们丞相府里烧火的3等丫鬟都不稀罕戴。梁小姐好眼力，我头上的这支钗确实是普通的铜钗。不过，梁小姐好眼力，我头上的这支铜钗确实是普通的铜钗。不过，这铜钗干干净净的戴在头上，总好过有些人硬生生把金钗插进自己那颗恶毒的心上。殊不知铜钗一洗，心黑难医啊！放肆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不过是个商户出身的贱女，就算顾长青侥幸考了状元，也洗不掉你这身穷酸气。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，轮得到你来撒野？我夫君的状元是当今圣上金笔钦点的，我身上这件正一品诰命符也是圣上亲封的。梁小姐一口一个贱女穷酸，莫不是在指责圣上有眼无珠？你少在这里血口喷人！我何时说过圣上？你敢套我的话？哎呀，苏夫人当心！梁小姐，这茶汤如此滚烫，按照大周朝最基本的茶道规矩，头道茶水理应先敬席上的长辈。周夫人德高望重，自该请她先用。您堂堂丞相千金，连这最基础的茶理都不懂，倒先来给我这个平辈奉茶，传出去怕是要让人误会丞相府平日里毫无教养了。周夫人，您用茶。苏夫人懂礼数，识大体，老身今日算是见识了。这京城的官眷圈子最讲究的就是规矩二字，不懂规矩的人，就算身上穿再多的金，带再多的银，终究也是上不了台面的。那是梁敏儿，梁丞相的女儿。听裴世安说，顾长林那乞丐好像和梁丞相有世仇，那岂不是说这梁敏儿也是我潜在的盟友？梁小姐，请留步！苏锦宁胆大包天，竟敢冒犯您，我比您更恨他。正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，不如咱们找个清静的地方坐下来好好聊聊。哦，是吗？梁小姐，下个月初就是太后娘娘的60岁大寿，您不是说周夫人极其信任苏锦宁，已经把寿宴上压轴的寿礼《百鸟朝凤图》交给了她去绣制吗？这可是她出尽风头的大好机会。不过，若是这件京式绣品在交收前一晚被人悄悄毁了，那她犯下的可就是杀头的欺君之罪。不错，你这想法倒是够狠。
就是这事儿该如何？梁小姐，这事儿简单，状元府最近刚开府，那些下人肯定都是新招的。以您的身份，要想安插个人进去，不是易如反掌，这倒是可行。只是事成之后，你又该如何收场？梁小姐是丞相的掌上明珠，天塌下来自然有丞相府顶着。至于我什么都不要，我只求一件事，我要亲眼看着苏锦宁被押赴刑场，这就够了。锦宁啊，满朝文武和皇室宗亲可都在等着看这份《百鸟朝凤图》的压轴贺礼。老身信任你的手艺，更信任你的稳重。这份差事交给你，你可得用心啊。周夫人，请放宽心，我苏锦宁必定一针一线，拼尽全力，绝不辜负太后与您的这份信任。你给我盯紧了，只要那百鸟朝凤图一绣好，你就找机会给我把它剪个稀巴烂。记住，一根完整的金线都不许给他留。梁大小姐，您就100个放心吧。老奴在各大绣坊混了整整20年，最清楚怎么下剪子，能让一整幅极品绣品废得无声无息，神仙难救，绝不会露出半点马脚。行，这事儿就交给你了。夫人，后院那个新来的孙嬷嬷总是在咱们绣坊外面转悠。昨晚您歇下后，奴婢亲眼看见她偷偷摸进来过一次。看来很多人都按耐不住要动手了。既然你想玩，那我就陪你玩把大的。苏锦宁啊，苏锦宁，交不出太后的寿礼，你就等着在金銮殿上和你那状元郎被满门抄斩吧。我看这次还有谁能救得了你。慢着，尚书大人，这苏夫人的绣品必须当面立刻验看。我听说她府上最近闹贼，万一交上来的贡品有瑕疵，这可是欺君大罪。梁小姐，大庭广众之下，休要胡言乱语。状元府真进贼了，若是坏了御赐绣品，那可要掉脑袋了。梁小姐这消息倒是灵通，状元府确实进了贼，不过那贼手脚太笨，只配搅烂几块边角料。至于这真正的贡品，我可是日夜贴身守着。这是失传已久的双面双针。快看，背面竟然不是乱线，百鸟变成了百花，凤凰变成了牡丹。此乃双面苏绣绝技，正面百鸟朝凤，背面百花朝春，两面双针，互不干扰。是传近100年的顶级神技啊！妙，绝妙啊！这怎么可能？顾大人，麻烦你的人把那个内奸给我押过来。诸位大人夫人请看，此人是我府上新招的管事嬷嬷。3天前的深夜，她潜入绣坊，企图将太后御赐的贡缎剪个粉碎。可惜她蠢得出奇，她剪的不过是我提前换上的一块破布。夫人饶命啊！不关老奴的事，是梁大小姐指使老奴干的，她给了老奴50两白银买您的命啊！孙嬷嬷蓄意毁坏太后御赐贡品，按大周律例当场处斩。来人，给我押入大理寺死牢。至于梁大小姐，本官今日暂不追究，是看在梁丞相的面子上。但请梁小姐务必记住，我顾长英所在的大理寺，随时欢迎丞相府的人来做客。苏锦宁，你你这个没用的废物！你不是向我保证这毒计万无一失吗？结果呢？我差点被你害进了大理寺死牢，我爹差点在金殿上跟顾长英翻脸。你这个扫把星！梁小姐息怒，这次是我们低估了苏锦宁的狡猾，可只要您再给我一次机会，下一次
我保证让他死无葬身之地。这方子上的西域奇毒百日散，只要指甲盖那么一点，服下之后人就会慢慢衰弱，3个月内五脏俱烂而死。就是宫里最好的太医，也查不出半点毒因。如您信任我，我愿借着回门探望姐姐的名义，亲自把这毒下到她的茶水里。到时候，顾长宇只能抱着一具烂透的尸体哭。好，本小姐就再信你最后一次。只要事成，你要的荣华富贵，我梁家赏你。若是再搞砸了，这瓶药我就亲自给你灌下去。黑世安，立刻动用黑氏关系，给我把这毒药弄到手，越多越好。你若是敢说半个不字，你挪用伯爵府10万两产业去地下赌场豪赌的事，明天一早就会传遍京城，大不了咱们鱼死网破。主子，全都查实了。梁丞相在任的这10年间，单是从江南漕运的军饷里，就至少贪没了20万两白银，铁证如山，已经锁死在咱们的密库里，只等您挑个合适的时机，就能在金銮殿上彻底掀翻他的老底。不急，打蛇必须要打7寸。梁丞相这只老狐狸盘踞朝堂30载，门生故事遍布天下，单凭贪污这一条罪名，陛下未必肯动，而且他感觉到了危险，一定会先下手为强。顾长卿这小等在大理寺的动作太大了，绝不能再留活口。下个月初就是3年1度的琼林宴，到时候文武百官齐聚一堂。是，你立刻去安排死士，在宴会上直接动手。相爷，是要同时除掉顾长熙和苏锦宁吗？不，先动苏锦宁那个贱妇，她最近风头正盛，陛下肯定会派她负责宴会的筹备。只要在她的茶水上做点手脚，栽赃她毒害朝廷命官，到时候就算顾长卿有天大的本事，也保不住一个谋逆的毒妇。好，真是绝妙的针法。苏锦宁，你这份寿礼，太后娘娘极其满意，对你更是赞不绝口。既然你有这般惊人的手艺，又展现出如此出众的调理事务的本事，朕今日就破例给你一道特旨。下个月的琼林宴乃是国之大典，宴会上的茶水调度与陈设布置，朕命你协同礼部，全权负责统筹，不得有误。臣妾领旨谢恩，定当肝脑涂地，绝不负圣上隆恩。梁丞相、梁敏儿，你们不是想在水里下毒吗？有了陛下赐的这块玉令，琼林宴上所有的调度，所有的用人，乃至一只茶杯的进出，全都在我一人的绝对掌控之中。我倒要看看你们这毒还能不能下得进去。管事偏听。多谢各位的好意，不过我这里不需要世家的人，各位请回吧。夫人，您一口气把京城所有世家都拒绝了，琼林宴规模那么大，咱们去哪儿找绝对干净、不会被梁丞相收买的帮手啊？既然高堂明室里找不到干净的人，那我们就去泥潭里找。夫人，这浣衣院可是内务府的地界，您一个外臣家眷跑来要人，坏了规矩吗？陛下亲赐同令，命我全权统筹琼林宴，6部9卿内务各局，见令如见君，皆凭调遣。奴才不敢，全凭夫人调遣。你们想不想离开这个吃人的地方？我办差不需要你们懂得察言观色，也不需要你们塞银子，我只要你们手脚干净，肯干苦活。谁愿意跟我走？夫人，奴婢们连字都不识，更不懂得伺候贵人的规矩。您真的愿意用我们？规矩是人定的，我不看出身，也不问背景。在这世道，女子本就活得不易，被人轻贱，咱们就得自己把脊梁挺直了。只要你们肯学肯拼，我苏锦宁绝不短了你们的饭碗，我护着你们。奴婢这条命以后就是夫人的。誓死追随夫人。
万万疯了！夫人，他们毕竟是从底层出来的，什么都不懂，真的能行吗？正是因为他们身处泥潭，没有退路，只要肯给他们机会，必会能爆发出最强大的力量，成为最锋利的刀。陛下，苏夫人持统领推了各家女使，偏挑了浣衣局的杂役宫女去办宴。哦，她倒是聪明，弃世家眼线，挑干净底子，随她去吧。姐姐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裴世安他根本不是人，他把我的嫁妆全都拿去赌钱败光了，还对我拳打脚踢。还请姐姐看在咱们身上流着相同的血的份上，让我留着打个杂吧，我只要一口热饭吃就行了，求求您了。你想留下来打杂，可以。不过我丑话说在前头，这大殿里所有的调度规矩，你必须严格遵守。若是让我发现你敢做任何一件越轨的事，我直接按宫规打断你的腿。夫人，二小姐心思歹毒，您怎么真把她放进来了？放一只知根知底的毒虫在明面上，总好过防备暗处不知名的冷箭。传令下去，她碰过的所有器具单独封存，别惊动她。明白。陛下的茶盏在最中央，内阁的重臣在东侧，只要把毒涂在碑岩上，到时候这满朝文武死绝了，我看你苏锦亭还怎么收场。这都准备的什么破烂玩意儿？这些茶盏怎么全是白瓷的？颜色这么寡淡，是准备办丧事吗？我们丞相府里请客，用的可都是最顶级的青花瓷。哎呀，真是不好意思，本小姐手滑了。不过既然已经碎了，这些残废品也就配不上琼林宴了，那就得全部换掉了。此令牌乃当今圣上亲授，琼林宴的一切事务由我苏锦宁全权调度定夺，任何人胆敢干扰筹备，一律按干扰国典的重罪处置。来人，现在把梁姑娘给我请出去，敢有反抗，直接乱棍打出！苏锦宁，你敢碰我？我是丞相之女，你是不是活腻了？苏锦宁啊，苏锦宁，你防得住外人，却防不住我这个潜伏在你身边的亲妹妹。等明天宴席上这些朝廷重臣倒下一大片，我看你拿几个脑袋来赔。夫人，二小姐果然动手了。她总共在12盏御用和1品大员的茶盏上涂了毒。奴婢已经按照您的吩咐，在底部都做好了暗号标记。好，阿蕊，你做得极其出色，这几日辛苦你了，回去好好歇着。是。记住，就算天塌下来，也不要对任何人提起今晚的事。这瓶里装的是我父亲当年从神医谷求来的顶级解毒丸，可解百毒。明天宴会开始前，我会安排亲信提前在那儿就那12盏茶里融入解药。毒药和解药混在一起，无色无味。明天那些大人们喝下去，根本不会有任何毒发的反应。可是梁丞相为了除掉我们，
肯定会按耐不住当场发难。我要亲眼看着他们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那就让他们尽情的跳。明天，我要让这群自以为是的恶人自己搬起石头砸烂自己的脑袋，彻底扳倒梁氏一族。陛下驾到！吾皇万岁！众爱卿平身，谢主隆恩。今日琼林大宴，一来为新科状元贺，二来犒劳诸位古龙之臣，大家开怀畅饮，不必拘礼。裴世安，你那边安排的人手脚都干净了吧？今晚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相爷放100个心，那西域奇毒无色无味，早就抹在陛下和那几个老顽固的茶盏上了。只要热茶一倒，热气一蒸，神仙都难救。好，只要陛下跟这几个碍眼的老东西一到，这大周的天下就得改姓梁了。相爷英明，到时候可别忘了下官的拥立之功。苏锦宁，你现在就尽情威风吧，拿这个破令牌真当自己是主子了。二小姐，咱们下的毒真的查不到咱们头上吗？给我闭嘴！你个蠢货，就算查破天，也是查到统筹茶水的苏锦宁头上。今晚我要亲眼看着他被千刀万剐。酒过3巡，各宫女听令，奉茶。是。好茶。状元夫人这茶道功夫果然名不虚传，老臣先干为敬。这茶有尚书大人，你怎么了？好戏终于要开场了吗？好痛！救我！救命！五脏六腑像火烧一样。有毒！茶里有剧毒！护驾！快护驾！有人要谋害陛下！禁军何在？把大殿给朕封死，连一只苍蝇也不准放出去！太医死哪儿去了？废物！陛下，大人们中了极其罕见的西域奇毒，虽暂未气绝，但微臣解不了啊！废物！给朕查，立刻查清毒源！陛下，不用查了，这毒源明摆着就是刚才端上来的这杯茶，而今晚宴会的所有茶水调度，全是苏锦宁一人全权负责。陛下明鉴，苏锦宁一介商户之女，心胸狭隘，必定是借着筹备宴会的机会，在茶水中投下剧毒。他这是要将我朝重臣一网打尽，蓄意谋反呢！陛下，丞相大人言之有理，微臣早就看出这苏锦宁不是什么好东西。这茶是他亲手端上来的，除了他还能有谁？只会这些把戏吗？苏锦宁，这茶水从头到尾都是你经手的，你作何解释？陛下，还听他解释什么？这毒妇人郑无珍俱在，分明是早有预谋，请陛下即刻下旨，将苏锦宁打入死牢，严刑刀逼问出同党。陛下，众臣们命在旦夕，若不立刻将其正法，何以平息百官之怒？请陛下下旨捉拿毒妇苏锦宁。西军统领，臣在，把苏锦宁给朕拿下。陛下，臣女要告发这毒妇蓄意谋反，加害官吏。说，3天前的深夜，臣女在宫中散步，正巧路过琼林宴的茶水库房，臣女亲眼看到苏锦宁一个人鬼鬼祟祟的在库房里翻动茶杯。众人皆知宴席为臣妇一人操办，若真是臣女所为，怎可如此张扬？陛下，此招虽险，但胜算极大，他自己贱命一条，死不足惜。当时库房明明已经落锁，他大半夜的去茶库干什么？分
分明就是在往茶盏里挨个下毒。臣女若有半句虚言，便叫五雷轰顶，不得好死。原来如此，真是最毒妇人心，杀了他！苏锦宁，你下毒被我抓了个现行，你现在还有什么好狡辩的？苏锦宁，梁敏儿所言是也不是？这12位大人的命，到底是不是你害的？陛下，既然梁小姐非要说这毒是我下的，那臣妾斗胆请太医令来看看臣妾身上的这件东西。太医大人，您是识货之人，不妨验一验这是什么。陛下，大人们有救了！这是传说中神医谷的九转清心丹啊！哦，此药乃是克制天下奇毒的圣品。苏夫人这药，正是大人们急需的解药啊！不可能，她一个毒妇怎么会有解药？梁小姐，我也想问问你，既然你口口声声说是我蓄意下毒谋反，那请问，若真是我下的毒，我为何要随身携带着如此珍贵的解毒丸？你，难道我费尽心机下毒，就是为了等大人们毒发之后，我再亲手把他们救活吗？难道我下毒是为了救人吗？陛下明鉴，臣妾若要杀人，大可毁尸灭迹，绝不会带着解药在身上等着被抓。这恰恰说明，臣妾早就察觉有人要在茶水里做手脚，特意备下解药，以防万一。狡辩，一派胡言！这分明是你做贼心虚！陛下，万万不可听信这毒妇的诡辩。他自己配的毒，自然有解药。他故意带解药上殿，就是为了事情败露时用来脱罪。他这叫贼喊捉贼！我看谁敢动他！梁丞相，你一口一个毒妇，一口一个谋反，本官倒要问问你，太医到现在都还没查明这毒到底是从哪里来的，是茶水、酒水还是菜肴？你为何如此急不可耐的要将罪名定死在锦宁身上？老夫这是为了查明真相，为了给死去的同僚一个交代，岂敢阻挠？交代？连大理寺查案都要讲究人证物证俱全，你一个当朝丞相，不看验毒结果，不审案发经过，就急着要砍筹备官的脑袋？丞相如此急着定罪杀人灭口，连流程都不顾了，莫非你这是做贼心虚，怕本官查到你头上吧？顾长民，你血口喷人！老夫对大周忠心耿耿，你竟敢污蔑当朝宰相！丞相想要交代，好，我给你。陛下，这是礼部的琼林宴座次图，臣妾请陛下和诸位大人仔细看看，今晚倒下的这12位大人究竟是谁？兵部侍郎、左都御史、户部尚书，这12位大人全都是在朝堂上公开上奏弹劾过梁丞相的人，他们全都是反对梁丞相的政敌。而坐在东侧，平日里对梁丞相马首是瞻的各位大人，今晚却是一个都没倒下，全都活蹦乱跳的。这是在怪老夫。梁丞相，你来解释解释，天底下有这么长眼的毒药吗？专门挑你的政敌毒，却完美绕开你的人，这绝非巧合，这分明是你蓄谋已久的政治谋杀。胡说八道！这全是你们夫妇俩的阴谋，是你故意毒害老夫的政敌，然后栽赃陷害老夫，在贼喊捉贼。贼喊捉贼，好啊！既然梁丞相不见棺材不掉泪，那本官就让你心服口服。阿燕，把人证带上来。阿燕，把人证带上来。梁丞相、裴世子，你们不是说没有证据吗？本官这就把给你们下毒的这把刀
亲自送到你们面前。顾长卿，你从大街上随便抓个阿猫阿狗来，就想冒充人证栽赃本世子，真是笑死人了！是不是阿猫阿狗？裴少子，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！阿燕，揭面罩。裴少子，这大殿的每一个死角，早就有30双眼睛死死盯着。管家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堂下何人？陛下饶命！陛下饶命啊！奴才是裴伯爵府的内院管家。老东西，浣衣局的宫女亲眼看到你把这包东西埋在殿外的假山下，把你知道的全吐出来。敢有半句谎言，不用顾大人动手，我先活剥了你的皮。我说，奴才全说，奴才不想再受刑了。是裴世安，是裴世子逼奴才干的。你放屁！你个吃里扒外的老狗！我什么时候指使你了？毒药是裴世子从黑市众心购得，命我悄悄交给二小姐的，并安排我替她望风。我的好妹妹，我早警告过你，大殿里的规矩别越界。你以为你在查斩边缘荼毒，真的没人看见吗？裴世安、苏锦瑶，你们好大的胆子，竟敢谋害朕！陛下，裴世子他没这个胆子谋反啊！这一切的真正幕后指使是梁丞相。你个狗奴才，血口喷人！老夫杀了你！奴才亲耳听到的，是梁丞相向裴世子许诺，只要毒死了政敌，这天下就是梁家的。到时候封裴世子为异姓王，这些全都是梁丞相一手策划的。陛下明鉴啊！臣妇冤枉，臣妇根本不想杀人，全都是裴世安，是他逼我的。裴世安是个畜生，他拿我苏家满门的性命威胁我，逼我去黑市买奇毒。若是我不从，他就要把我卖进窑子里。陛下，臣妇只是一介弱女子，我是被逼的。你个贱人，你敢诬陷我！明明是你主动找上梁敏儿结盟的，是你嫉妒苏锦宁，天天叫嚣着要弄死他。毒药是你配的，现在你敢把屎盆子全扣到老子头上，老子打死你这个毒妇！你个没用的废物，你自己想当异姓王，拉我当垫背，我跟你拼了！放肆！当朕的金銮殿是菜市场吗？给朕把他们拉开！陛下，人证物证俱在，谋逆之举已破，请陛下依大周律例降罪。贱人，你来看我笑话是不是？你别得意，你们没有证据证明毒是我下的，仅凭一个老奴才的口供，定不了我的死罪。还不承认？苏锦瑶，你是不是真觉得自己很聪明？放手！你干什么？太医令何在？当场验毒！陛下，微臣敢用人头担保，这纸包里的粉末与那12盏茶杯上涂抹的毒药分毫不差。陛下，老臣冤枉啊！这分明是裴世安和苏锦瑶两个丧心病狂的畜生想要谋反，却故意扳倒老臣。老臣历经3朝，对大周忠心日月可见，请陛下明察秋毫啊！丞相大人，你一直骂我是一介低贱的商户之女，可你似乎忘了，天下的商脉流转，皆有迹可循。阿燕，把我备好的东西抬上来。陛下，这是过去10年间梁丞相倒卖江南漕运军饷中饱私囊20万两白银的是原始账本。臣妾动用江南13家商会的暗线，将他做平的假账一笔笔全翻了出来。不仅有账本，
还有这些梁丞相与北境敌国私通的绝密信函，信中白纸黑字写着：愿割边关3城，换取敌军入关。贪污军饷，私通敌国，梁仲渊，这就是你的日月可见。好得很啊！朕的江山差点就被你这个老畜生给卖光了。梁仲渊，朕待你恩重如山，以梁家3代为相，享尽人间荣华富贵，你竟然不知足！你竟敢私通敌寇，要将朕的江山拱手送人，你简直丧心病狂，罪无可恕！完了，全完了，梁家绝后了。这不是真的，我是丞相千金，我不要死，我不要死！梁小姐，你不是最看不起我这满身铜臭的商户女？今晚梁家满门抄斩的催命符，恰恰就是我算出来的一笔笔铜臭账。传朕旨意，梁仲渊贪没军饷，私通敌国，谋杀重臣，罪大恶极，若即刻剥夺一切官职，梁氏一族满门抄斩，秋后处决。裴世安协同谋逆，革去伯爵府世子之位，没收家产，打入死牢，3日后凌迟处死。陛下，苏锦尧心思歹毒，配置奇毒谋害朝臣，念其为从犯，秋后问斩，绝不姑息。遵旨，把这些逆贼给老子拖下去！陛下饶命！我不想死啊！姐姐救我！我是苏家大小姐，我不要死！你救救我！我早就说过，敢越雷池半步，我就打断你的腿。如今黄泉路是你自己选的，到了地下，别说你姓苏。顾长新听旨，今日若非你暗中查访搜集铁证，朕的江山恐怕就要易主了。你护驾有功，查案神速，朕乃国之栋梁，朕今日便破例提拔你，封你为正3品大理寺卿，赐紫金玉带，掌天下刑狱。微臣领旨，谢主隆恩，臣定当为陛下为大周肝脑涂地。苏锦宁临危不乱，智勇双全，当赏。赐正1品诰命夫人赏黄金1万两。臣妾谢主隆恩。今日借陛下恩典，本官在此宣告，我顾长青今生今世只有苏锦诺这一位正妻，谁若再敢拿他的出身说事，或者敢动他一根头发，我大理寺的铡刀绝不答应。顾大人，我这满身铜臭的商妇女，以后可就靠你这大理寺玉撑腰了。求之不得。夫人当心，这梁敏儿已经疯了几天了，见人就咬，您千万别靠太近。苏锦宁，你这个卑贱的商户女，你凭什么来看我？你还没死吗？你怎么还没死？我爹是丞相，我是未来的王妃。你们这群狗奴才，等我出去了，我要把你们统统凌迟！苏锦宁，你现在跪下来求我，我也许能给你留个全尸。梁敏儿，直到现在，你还活在你的权势梦里。呸！你懂什么？我生来就比你高贵，这种人只配在泥潭里爬。高贵？这满地的老鼠和蟑螂可不认你的身。你问我为什么不赢？因为你输在太把自己当回事。你以为权势可以操弄一切，却忘了天道好玩，报应不爽。你父亲的账本，就是你权势梦碎的墓碑。权势墓碑，我输了，我怎么会输给你？阿健，走吧，这里已经不需要我了。你还是来了，来
看看我这个阶下囚，顺便炫耀你的一品高命。姐姐，你告诉我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我也重生了呀！我明明抢到了裴诗安，我明明算计好了每一步，把那个最下贱的乞丐退给了你，为什么到头来我跌得比上辈子还要惨？前世跨进伯爵府的大门，尽享荣华富贵，我以为只要我换了这门亲事，只要我做了世子夫人，那份荣耀就是我的。可为什么那叫花子居然连中3元？你少在这里装圣人，你不也是重生的吗？你步步为营，不也是为了报仇？你和我有什么区别？区别在于，我不仅是为了报仇，更是为了活着。前世你推我入水的那一刻，我就死过一次了。重生回来，我想过要让你付出代价，我不想复仇了。但我更想做的是把那幅百鸟朝凤图绣完，是想把苏绣发扬光大，是想看看这世间的山河。你输在眼睛永远盯着别人，你前世杀我，今世抢亲，你满脑子都是怎么践踏我。而我从嫁给顾长新的那天起，就没打算回头看你一眼。我想要的只是过好自己的人生，而你把自己活成了一个笑话。你以为顾长林的宠爱是抢来的？不，哪怕你换100次亲，他依然不会看你一眼，因为你心里只有恶念，毫无灵气。你闭嘴！你闭嘴！他应该是我的，那是我的皇后之位。那是你自以为是的幻觉，前世的荣耀是属于我的，因为我有那份心境和手艺。你除了这具皮囊还有什么？今日之后，你我再无瓜葛。你在这黑暗里慢慢回想你那空洞的2辈子吧。老苏，你那万贯家财早被骗子掏空了，你现在就是个响叮当的穷光蛋。锦宁，我是爹啊！爹把家产都给你，你救救瑶儿吧！锦宁，爹错了，爹以前不该偏心。苏老爷，别演了。你在这大庭广众之下拦叫大哭，根本不是为了救苏景瑶，而是算准了我如今是1品诰命，想要逼我当街认父，好让你继续享受荣华富贵。在苏家老宅被火烧掉的那天，我就没有父亲。阿燕，给这乞丐赏1枚铜板，我们走。卖国贼，打死他们！苏锦宁，老夫筹谋一生，竟败在你一个商户女手里。梁仲渊，你拜的不是商户女，是败给了大周的国法和天下百姓的脊梁。午时已到。夫人，这最后一笔账由你来清。斩！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逆臣之妻苏氏锦瑶，虽协同谋逆，然大理寺卿夫人苏氏锦宁感念亲缘，上奏陈情，陛下宽仁，特免其死罪，改判流放岭南燕瘴之地，永世不得回京。你求情了，苏锦宁，你竟然会为我求情，你觉得这样我就感激你吗？苏锦瑶，你想多了。我不杀你，是因为杀了你只会让你解脱。流放岭南，那里毒虫遍布，
瘴气封侯，我要你活着，用剩下的几十年亲眼看着我是如何站在巅峰，而你又是如何在那泥潭里一点点腐烂，这才是对你最好的惩罚。岭南的路很长，苏二小姐，希望你能撑得久一点，别太早死在路上，白费了夫人的恩赐。苏锦宁，你这才是最狠的，你比我狠10000倍！快点走！想在天黑前喂老虎吗？我错了。苏氏锦宁助大理寺破获逆案，更是双面苏绣神技的传承者，当为天下女子表率。朕赐你免死金牌，封定德夫人，圣上英明。臣妾叩谢圣恩，前世我依托他人，落得惨死。今生我靠这双手，这颗心，在这金殿之上，真正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荣耀。宁儿，这只是个开始，你想要的蓝图，我陪你一笔画完。夫人，我们这种被夫家赶出来的弃妇，真能靠绣花活命吗？只要手中有针，这天下就没有你们去不得的地方。我的这身诰命，就是靠这根针绣出来的。我们绣坊的生意啊，只会越来越好。大家快来看，这是夫人亲自画的底稿，只要学会了，这绣坊出的每一件东西都能卖出天价。苏锦宁，大理寺卿的夫人在街头教绣活，传出去那些老顽固又要上折子了。让他们写去吧，等他们的夫人都来买我的绣品时，看他们还敢不敢乱写。外面风大，怎么不进屋？长青，你看，京城的烟火真美。大理寺肃清贪腐，京城多了你的绣坊救济孤弱，这个家多亏有你。前世我如浮萍，这辈子我有事业，有尊严，换亲重生，我终于活出了自己。前世已逝，今生永恒。无论这盛世如何更迭，我顾长真永远是夫人的裙下臣。但愿这世间女子皆能掌握己命，活出盛世芳华。